打卡异能宝藏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雨立帮。那么我是大哥刘宇宁，是二哥白宇，我是3D 周柯宇。其实有点复杂，很复杂。具体怎么说？来，我们让这个人定这个问题的调性，你先说。心情非常复杂，主要复杂的程度，我觉得就像过山车一样。不舍。不舍当然有，当然是因为我们从第一季就很喜欢这个节目，是我们仨属于说从第一季走到第3季的，算是元老的一个存在嘛。但是我们是对这个节目本身也是很有情感的，就是比如像白宇，你会发现他很少上综艺，但是他来了第1季、第2季，甚至今年第3季都录完了。对，而且刚才我们还跟他说第4季，对，要约好第4季，如果有时间，就是一定要来的那种。对，白哥回应了吗？你说，回应，他不回应，我们是真打，就直接揍他了。我要是不回应了，他们俩就给我摁在那儿，刚刚大家说的就是这一季的氛围，我觉得就是今年的《鹤立魔金鱼》的这种群像更加具象化，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切身的感受？对我来说，我每次回到这个节目的感觉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还是这几个哥哥，熟悉的他们哥哥姐姐，还是一样的熟悉的人嘛。对，熟悉的导演组，对，熟悉的 PD，熟悉的一切，回到了家一样。兄弟姐妹6个，然后出去奔波忙碌1年，但是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时间，让我们6个人在齐聚于这个开始推理吧这个节目当中，让我们好像又在玩，又在聚会，又在更加的加深彼此的这个情感的一个契机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就从称呼的变化，就能感受到你们之间关系这样的一个变化。是的，因为最开始可能大家生收的时候，可能他就像白哥叫比较尊重嘛。这一期来了老白，叫你老白不开心啊？是，就这个的，是我说这个意思。对，因为好哥们儿、好兄弟才会有这种感觉啊。我看柯宇在那个白哥的微博下面评论了一些小迷弟的状态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纯小迷弟啊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其实一开始我这么对他是为了调侃，我想逗他玩儿，你知道吗？逗我，因为他会不好意思，他会无语，他会哎呀，我真无语，你又说这种话。所以我才一直这样，到后来演变就是成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去给他留言这样。对。那现在白哥能接受这些吗？接受不了。你不用听他这乱说的。那你希望你跟我们或者你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处方式呢？就是见了面就先打一下。以后要反省一下我自己，我要继续保持神秘感，我不能跳舞了我。对观众说你的舞在开推都跳完了。他今天还拍了跺脚变装，没有，你敢信吗？白宇拍了个拍了个跺脚变装，我都惊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明年录是有点像那种晚安大小姐，短视频操，对的，他会这样，因为他每年其实白宇在成长。给我们的观众剧透一下，大概白哥跳的如何？老当益壮，宝刀未老啊。年轻时候就爱摇头，现在也不老，当然是我的那个意思。现在继续摇起来，摇头。对，其实也没有太多吧，逻辑性可能比去年要更强一点。就是每次在盘案子的过程，我会非常的通顺，但是每次选凶一定是选错，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我这一季回去我好好的思考。哎呦，这个不敢当，我那天我们在一块也是聊天，弟弟妹妹会说，哎呀，那个宁哥可好了，带我们怎么样这个那个的设计这个什么，比如说开门呐，比如什么下车这种的设计这种东西。对。但其实在我心里，我是感激这些兄弟姐妹的。我每次提出一个想法，哪怕它看起来非常的幼稚，完全不符合他们日常的一个行为，或者说大家理解他们的一个行为，但是他们从来不扫我兴，他们说好呀，可以，来就这个。你看有的时候，包括白宇，他属于一个什么呢？他属于一个比较稍微闷、稍微稳重一点的一个人。但是有的真的稳重啊，闷稳重的一个人，但是呢，他有的时候也会提出一些哥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，对，一会儿咱们这么走，哥你走前面，我们就这样，就他也学得很像，突发奇想的去，对，是的，对，真的是，他都会去帮我们，真的很有团魂。我要替他们更正一下，因为我第一个上，他那个传送带还没那么快，没来得及加速，还没来得及加速，对，我的速度比他们都慢一点。他们是后来因为看到我过得比较顺利之后，然后他们就节目组就会加速。我那么快，纯属是因为我个子矮。
纯属是我占了身高优势啊，这回我占了身高优势，好吧。这个身高的，就是偶尔你会在里面有优势，但是偶尔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逃离了一个水池的时候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我觉得他特别惨的原因是，朋友们，他183呢，对，在我们的节目里属于个不高，这讲理吗？这东西，当然也其实怪我们仨，因为我们仨平均身高应该在189，他188嘛，赫189，我190，平均就189，对，应该快2米了吧？什么快2.0米起高了。对我2.1米了已经，对，是。他还能长大，他还小呢。其实这一季我抓到凶手次数不是很多，我们这2季以来，就是第1季之后这2季抓到凶手次数比较多，我觉得是白哥。没有啊，你想想，我上一季被你上一季是第1啊，你忘了？退役之星啊。但这不能代表我抓的凶手多呀。没有，你看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，你就比如说宁哥，你想象一下，他哪天他不在，他缺席1天录制，我们怎么推？我都想象不到那个画面。你懂吗？在推理的时候，他要扛起这份大旗的时候，往往在锁凶的时候，他又锁不到那个真人。所以其实这个节目看的是，就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。我觉得也并不是说你锁到了这个真凶，就是结果就代表这个过程嘛。对，其实是很多时候你们要知道，我们录1天下来，就比如说像宁哥这种，他带着我们推完1天之后，是他的这个逻辑让很多最后锁对人的这些人理解了怎么去锁这个人，你懂吗？确实是因为只有宁哥去盘这个整体的逻辑的时候，就我们不需要用脑去对更多的心思去找这个凶手。对，谢谢，是这样。谢谢弟弟们夸奖。这一季我觉得也是有难度上的升级，5凶手啊，3凶手，2凶手，然后分别分工。没错，对，今年的玩法其实在升级，难度也在加是的。对。所以在另外一个采访里面，他列了一个 flag 是要打倒白哥，就这一季的 flag 到了没？到了，没有做到。是他本来要打倒白哥嘛，结果他俩拿第1，我拿到底。就是有点这个和这个打架，给我干，给我他给干到，把我打倒，给我打懵了，给我打懵了，看热闹的懵了。对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是前2集播出以后，然后就是观众就是说你是白女老大，你的全自动洗白机。这我看到了，看到大家评价了，对，挺好。他老被骗，是的，总被他骗。是这样的，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混，总有一天会还回来的。你们记住这个，就是这样的。对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他骗了我，当然也会骗他的嘛，一样。白哥有什么话想回应吗？他直接同意。对不起。心理活动就是比较懵，就是也没有反应过来，因为确实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。这种设定在这个节目里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。就我觉得当时可能都没想，他们肯定也是懵的。就我们觉得就上去就把他捞上来就好了，没有想到会有他一跳，我们仨大老爷们儿，怎么都给他拉上来了。对，一个就是镜头一带而过，就是好像有关。我看到那个了，就是他看着天嘛。然后在那里就是很沉默，大家都很沉默的那个时候，我这人就是容易就比较容易代入嘛，因为你当下在很集中精力玩那个游戏的时候，就是你不会说很快的跳出来。当然大家都知道这录节目他是死不了的，但是那种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说弟弟你先上，他说不哥，我知道你没劲儿，所以你骑着我先上。你知道那种温暖是你无法抗拒的，那是一种真实的温暖。虽然我们演的戏是假的，但那个温暖是真的。所以我是被那个温暖所打动，而且他又是大哥，对，会有自责，我一定会有这种自责、温暖，这种复杂的情绪。4二创了关于你们很多剧情下的视频，你们自己有没有刷到过？卡段的看的比较多嘛，但我看过一个什么呢？看的那个羽立方救援队那个，活可多了，今天肯定是2个人配合干就完了，崩溃。1、2、3，起，走着。哎，等一下，别！直升飞机扔了。我看过，你看过吗？救援队就是把我们3个的头 P 到一个动画片上，救人那个就是滑雪那个，他发群里了，哎，那老好看了。对，那是他们2创的那个。如果真的是让鹤立魔金鱼合作一部戏，你们有没有想挑战的题材？你们每个人想要演什么样的角色？我想要演背叛了2位兄弟的一个兄弟。我跟你说，朋友们。这样子，打个比方，我现在现场写个剧本 ，OK， 咱们可以拍一个剧，可以。我们呢6个人就是像那种古代那种令山，然后呢我们是6位神捕。那我的人设呢就是这个里边的这个大哥比较相对稳重，相对运筹帷幄。他呢就是一个非常天天围着我们这个哥哥转机灵的一个弟弟。然后呢他呢看似是2哥，但是其实他背负着家族仇恨，所以呢他为了这个报家族仇恨背叛了我们5个人。
满意吗？这个？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， 其他的人的人设让他们自己想吧。好嘞。那天我们那个采访那个林鹤跟金靖姐姐的时候，那个金靖姐姐老动那个剧本，她说她和热爸，然后他们的主线任务就是要搞事业，然后你们4个对他们穷追不舍。对，都能猜到。好，这样，他既然就已经设定了我把他们3个人的延续了。 OK， 然后是这样的，双女主热巴和金靖，然后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女主呢，热巴就是一个聪明、才智、美貌集于一身，但是有时候喜欢恶作剧的，我们的一个算是一个同门师妹的一个感觉在里面。 OK， 然后呢，这个金呢，又是一个就是这种比较喜欢开玩笑、搞笑的一个存在，但是他心中呢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大爱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一个人设。但是我们的人物关系是最重要的。贺呢，贺是一个就是执行能力非常强，但是他是那种沉默不语的那种杀手，你让我杀谁，我立刻就去的那种人，武艺很高，武艺很高的，武艺高强，大概就这么一个人设。我当时也报了另外一个关于挨个的一个料，因为当时就说到那个金靖姐长在了那个笑点上，她说她不是，她说你的喜怒哀乐被白鸽拿捏的。是这样，就是反正你往后节目一看就知道了，就是到后面这个就会变成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的一个话题。对，金会觉得他是，他会觉得金是，鹤会觉得白是，鹤就你知道都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所以你们的关系错综复杂。他就说你们《鹤立摸金鱼》是类别的综艺里面的顶级群像之一。对于观众谢谢大家。对于观众评价就是那个当之无愧，受之有愧。我们其实很愿意，我们也很愿意。对，那天录完第1期先导片的时候，晚上我们回去闲聊天，因为我们有群嘛，我们有个鹤立摸金鱼的群，然后我就在里边突发奇想，我说，哎，咱们其实搞一个这个叫做开始旅游吧，什么。开始做饭吧都可以，就开始做饭吧。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找一个场景，我们每个人边聊天边做一道菜，做一桌菜嘛。对。然后做一桌菜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去聊聊天，聊聊彼此在干什么，或者是聊聊一个事情。其实我们是感兴趣的啊。对。名字不是叫美男餐厅了吗？还依然叫开始做饭吧，但是这个节目的亮点就是我们4个男孩穿的这个围裙，但里边光膀子在那做饭，这个综艺绝了。是怎么回事？你想穿？我没空了，你想穿游泳的那个套装？我们最后派一位代表来推荐一下《开推吧》这个节目，然后有俊男，有美女，和睦且温馨，惊悚且刺激，放心食用。